现在就来为大家介绍 ScoreLife 篮球直播积分版的主要功能和操作方法。使用 ScoreLife 前，记得要先申请 YouTube 频道，频道经过手机认证，并且启用直播功能之后，就可以使用 ScoreLife 进行直播了。打开 ScoreLife 之后，就会进入到我们的登入页面。你可以直接点选 Google 按钮登入，接下来就会跳出一连串授权的视窗，需要经过你的授权才可以进行直播。这里点 OK， 然后点继续，选择你要登入的账户，再点继续。如果你是用 iOS 版本的话，我们有支援 YouTube 品牌账户的功能，这边你可以选择你要直播的频道，然后点继续，就可以进到 ScoreLife 了。现在看到的页面是我的球队，你可以在直播前先设定和管理你的球队和杯赛。点右上角的设定按钮会跳出选单，你也可以在这里选择登出你的账号，或者是删除你的账号，然后按左上角这边的返回键，就可以回到我的球队了。画面下方是我们的主选单，除了我的球队外，还有我的直播、精彩赛事和建立直播的按钮。我们先来看我的直播，在我的直播页面会显示所有你直播的比赛场次，点右上角垃圾桶的图示，可以删除这场赛事记录。点这边的播放，就可以连到 YouTube 观看这场比赛的影片。你也可以分享这场比赛的连结给别人。另外 ScoreLife 的篮球直播积分版有提供团队数据和个人数据的功能，点中间这个 Stats 的地方，就可以显示这场比赛双方的数据。后面我们再说明如何在直播中记录比赛的数据。点精彩赛事的按钮的话，这边就会显示全世界各地使用 ScoreLife 直播的比赛影片。不过如果直播主在直播的时候就设定为不公开或者是私人的话，就不会显示在这上面了。最右边这个摄影机的按钮就是建立直播，点了之后就会跳出直播设定的视窗，完成设定后就可以开始直播。不过在直播前我们还需要先建立对战的球队，所以我们等等再来介绍这个功能。现在我们回到我的球队这边，按这个加的符号就可以新增球队。你可以上传队徽，输入球队的名称，也可以选择这支球队所属的杯赛，这样你的球队就新增成功了。点这个筛选的按钮，就可以依照你的设定显示属于不同杯赛的队伍，或者选择全部显示。在这边点球队的名称，你就可以编辑球队的资料，像是修改球队名称、所属的杯赛等等。你也可以编辑或新增你的球员名单，进行球队阵容的管理。点这个橘色的按钮就可以删除球员，点球员的名字就会跳出编辑球员的视窗。你可以重新上传球员的照片，修改球员的名字、背号，这样就编辑完成了。在下面这边点加号的按钮，我们就可以新增球员，一样可以上传球员照片，输入球员的名字和球员的背号，这样就新增完成了。接下来我们来看杯赛的管理，点杯赛管理的按钮就会进入到杯赛管理的页面。直播的时候如果选择杯赛的话，杯赛的名称就会出现在相关的图卡上面，所以建议还是先建立好杯赛的资料。点加号这边就可以新增杯赛，只要输入杯赛的名称就可以新增一个杯赛了。这边还有一个很好用的管理功能，在球队列表这边只要往左滑，点选垃圾桶的按钮就可以删除球队，往右滑就可以丁选球队或者取消丁选，这样你就可以把自己的球队和最近可能会对到的球队丁选在最上面了。杯赛管理这边也有一样的功能，往左滑可以删除杯赛，往右滑可以丁选杯赛或者取消丁选，这样直播前最重要的工作到这边就算完成了。现在我们来点右下角这个摄影机的按钮，点下去之后就可以开始建立直播了。首先我们要选择这场比赛对战的两支球队，点左边这个按钮可以选择先攻的客场球队，右边这边则是先手的主场球队。我们可以选择球队的代表颜色，点这边就会跳出调色盘，选择你要的颜色，点主队这边就可以选择主队的代表颜色，然后选择这场比赛是属于哪一个杯赛。这里可以选择直播的画质，我们预设的直播画质是 720p，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用 1080p 的画质直播，但是要注意画质越高对频宽的需求也比较高，所以通常如果天气很热，太阳又大，网络不是满格的话，就会建议用 720p 的画质来直播，比较保险。 ScoreLife 有提供同步录影的功能，这个功能预设是打开的，因为这样才可以在直播的时候使用精彩录影和精彩重播的功能，待会后面会再提到这个功能要怎么使用。直播结束后，同步录影的档案会存在手机的相簿应用程式里，然后这里可以设定同步录影的画质，
我们预设的录影画质是 1080p， 一般来说2个小时左右 1080p 的影片，档案大概在10几 G 的大小。如果怕太占手机容量的话，可以选择 720p 的录影画质。这边则是直播影片的隐私权设定。YouTube 提供3个隐私权的选项，包括公开、不公开和私人。当然，我们希望大家都能以公开的方式进行赛事直播，这样全世界的人才可以看到大家直播的精彩赛事。确定这些设定都没问题后，点设定完成，就会进入我们的直播面板了。Score Life 为每项运动打造专属的直播面板，让你用一只手机就可以像电视台一样进行运动赛事的直播。开始直播之前，我们先来看看控制面板上有哪些功能。点画面上方这个摄影机的按钮，就会出现变焦范围的选单，有 0.5 倍的广角、1倍、1.5 倍、2倍、3倍、4倍、5倍等7种倍数选择，也可以显示9宫格的格线，方便你做画面构图。点这个向下的箭头按钮，就可以收合相机选单。左右两边的选单主要是控制两队的比分和犯规次数，左边是客队，右边是主队。你可以透过加号或减号的按钮来进行控制。第一排是记录分数，第二排是记录犯规次数。直播画面上的积分板就会及时更新这些数据。点这个团队数据的按钮，你就可以记录球队的团队数据，包括篮板、助攻、火锅、抄截。一样透过加号和减号的按钮就可以操作了。如果你两队都有做团队数据的记录的话，就可以直接透过积分板看到两队数据的比较了。除了团队数据外，我们还可以做个人数据的记录。点这个按钮就会跳出球员的名单和数据列表。先在右边选择球员后，就可以记录这个球员的得分、篮板、助攻、火锅和抄截的数据。点左下角这边就可以设定目前的比赛进度，第一节、第二节或者是进到延长赛等等，确定后就会同步显示在积分板上。当然，我们也有提供倒数计时器的功能，直播主可以根据现场的时间去设定时间，点这个 Set 的按钮就可以设定分钟和秒数，确认后再点这个开始键，就会开始倒数计时了。接下来要介绍几个 Score Life 的独家功能。首先就是这个静音的功能，点这个麦克风的按钮就会开启静音模式，你的声音就不会被直播出去。如果你想休息一下跟其他家长聊天，或者直播的位置离教练很近的时候，怕战术会被听到的话，你就可以开启静音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旁边这个照相机的按钮就是画面快照的功能，可以把当时的直播画面截取成图档，存到手机的相簿里。Score Life 还提供精彩画面录影和重播的功能，点这个星星发光的按钮就是精彩录影。就像前面说的，你要开启同步录影功能，然后直播时间超过1分钟后才可以使用这个功能。当你按下精彩录影的按钮后， Score Life 就会录制你按下按钮前的20秒的画面，我们会自动帮你合成片头和片尾，组合成一段精彩画面。如果要重播刚刚录下的精彩画面，只要点旁边精彩重播的按钮，就可以选择要重播的精彩画面进行重播。等一下我们会在后面实际直播时操作一次给大家看。基本上透过这个直播面板就可以完成大部分的直播工作，但是如果你想要让你的直播更像电视台一样有各式各样的图卡的话，就会需要使用到我们的进阶面板了。左上角这边有一个选单的按钮，只要点这个按钮就可以显示我们的进阶面板。如果你在手机上没看到这个选单的话也没关系，只要用手指在画面的左边由左往右滑，就可以拉出进阶面板了。我们从左边开始来介绍进阶面板的主要功能。首先是分享，当你开始直播后，系统就会产生直播的连结，这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个连结分享给亲朋好友，邀请大家来看你的直播。如果你发现直播设定有错的话，要重新设定，你就可以按这个退出直播的按钮，重新建立一个新的直播。画面上显示为蓝色的按钮，就是我们预设会显示的图卡。如果你不想要积分板显示团队数据和比赛时间的话，你只要点这个按钮就可以隐藏这些资讯，直播画面上就只会有单纯的积分板了。接着我们来看积分板的设定，点积分板旁边的设定按钮就可以进入积分板的设定页面。积分板有大小两种尺寸，然后你可以透过左右两边的箭头选择你喜欢的积分板。目前有2种积分板可以选择，右边可以选择积分板要显示的位置，确定之后按完成就可以了。这边则是可以更改我们的频道标志，就像电视台一样，你也可以放上属于你自己的频道标志。
点这边的图示，你就可以上传图片。建议使用正方形的图档，才不会变形。右边一样可以选择频道标志显示的位置。接下来我们来设定标题字卡。标题字卡预设会显示杯赛的名称和对战组合。你可以在上面的栏位输入标题文字，下面这边可以输入内容文字。我们也提供了不同颜色的标题字卡可以选择。完成后点选按钮显示，直播画面就会像这样出现标题字卡了。这个是全版图卡，功能就像电视台的节目预告一样，你可以在第一栏输入标题文字，第二栏输入内容文字。你可以透过方向键选择2款不同样式的底图。设定完成后，回到进界面板，点按钮显示，这样就会出现全版图卡了。这个图卡非常适合在直播前或长时间的换场的时候使用。除了预设的图卡之外 ，Skolife 还支援上传图卡的功能。你可以上传自己设计的图卡，包括底标图卡、侧标图卡、全版图卡3种。如果球队有赞助商，或是想要在直播时打广告，或是要放球队的招生讯息的时候，都可以透过这个功能实现。选择好你的图卡样式之后，点选右边这个加号的按钮，就可以上传你自己的图卡了。这里我们可以设定2队的先发阵容，点这边就会跳出球员的名单。可以选择这场比赛先发上场的球员。设定完先发阵容后，这边的按钮可以决定你要显示哪支球队的先发阵容。像这样就是隐藏主场球队的先发阵容。设定完成后，我们选择显示2队的阵容，回到进阶面板，点按钮显示，直播画面就会出现先发阵容的图卡了。点这里可以查看得分排行榜的情形。如果比赛时你有记录个人数据的话，这里就会自动计算得分的排行榜。一样，点这边的按钮，可以决定要不要显示这一队的图卡。点按钮显示，直播画面就会出现得分排行榜的图卡了。点这边可以设定焦点球员的图卡，选择队伍后，再从球员名单里选择球员，右边就会出现这个球员的攻守数据。点完成后，再点按钮显示，直播画面就会出现焦点球员的图卡。进阶面板的最后一个图卡就是各节比分，在这里我们依照赛制设定显示的节数，然后在右边的表格点对应的输入格，你就可以输入那一节的分数。点 OK 后，就会显示在各局比分的图卡上了。系统会自动加总分数，如果进行到延长赛，你也可以在这里选择延长赛的次数，比分表就会同时更新。设定完成后，点按钮显示，直播画面下方就会显示各节比分的图卡了。以上就是进阶面板的全部功能，基本上我们用一只手机就可以像电视台一样直播了。现在就让我们来实际直播测试一下。这个红色的按钮就是启动直播的按钮，点下去之后就会跳出一个视窗，要请你输入直播的标题。你可以在直播前就用其他的应用程式先打好文字，像是备忘录，复制后在这边直接贴上也可以。输入完成后，点开始直播，看到下面的时间在跑，就表示直播开始了。你就可以透过刚刚介绍的进阶面板，把直播连结分享给亲朋好友。直播超过1分钟后，你就可以使用精彩录影和精彩重播的功能。点精彩录影的按钮后，就会录制前20秒的精彩画面。点 OK， 然后点精彩重播的按钮，就会开启相簿，选择刚刚录制的精彩影片，再点选择，就会在直播画面的右下角看到精彩重播的子母画面。点中间的播放按钮，就会开始进行精彩重播。观众实际上看到的画面就是小框框内的精彩重播的画面，但是你的主画面还是现场比赛的情形。精彩重播结束后，按左上角叉叉的按钮，就会回到原本的直播画面了。如果比赛结束我们要停止直播的话，就按这个停止键，确认停止直播后，就会回到建立直播的画面。你可以接着进行下一场比赛的直播，或者按右上角的关闭按钮回到我们的首页，这样就完成一场直播比赛了。以上就是 Skolife 篮球直播积分版的介绍，让我们一起把直播变精彩。